这一个网捕到的这些黄鸡看起来都是挺大条的啊，而且肥度也是够的，条条都是刺身的极品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脑袋豹哥。现在是准备把拉上来的第一个网重新放下去，然后再过去拉第二个网啊。因为要等到明天早上再拉，所以先把网放下去先。然后第一个网的收获比较差，希望第二个网的收获能好一些吧。现在就是要把拉上来这一个网尽量的全部放到礁石区上面去，明天早上拉的时候看能不能中到一些大红斑之类的。把这一个网放下去之后，就准备过去拉今天的第二个渔网了。第二个网依然还是小网啊，要等到第三个网才是小网跟大网的混合。第二个网相对也是长一些啊，差不多要达到1800米左右。就看这个网也能不能来一些值钱的渔获吧，最好也是能来一些海红斑、大三刀之类的吧。19公倒是来了一条啊，最近的19公数量也是开始明显变少了。上一个网也是上了挺多的小真鲷过来的，不过最近的泥猛鱼数量应该会比小真鲷要多一些。最关键的也就是好几次我还没有遇到值钱的渔获了。特别是大三刀，好久不见了。最近的大三刀都不知道跑哪里去了呢。这边偏偏又是连续来了好几条这种小真鲷过来。按道理来说，这个季节的小真鲷应该会比较少的呀。你看，又是小真鲷，搞得有点反常了一样。现在这个季节应该是泥猛鱼跟小剥皮会多一些才对的呀，而且英哥鱼跟海鱼也是在慢慢增多的季节才对，显然是有点不正常的。不过大海的这种东西也没办法把它猜透，刚说完也就立马来了一条英哥鱼了，这就符合这个季节了。天气回暖的时候，这种英哥鱼跟海鱼相对数量就会多一些的。上一个网也是捕到了好几条英哥鱼。英哥鱼要养活着的价格就会高一些，已经能达到40块钱。如果挂掉了，价格就会相对便宜几块钱。呀，还来了条大真鲷哦！上一个网就来了大真鲷了，这一个网才刚开始就有大真鲷过来，后面应该还会有的吧？这条真鲷也是要1斤多的啊，还活泼乱跳的。等一下把它放到活仓里面，看养活着回去卖。等到回去的时候，看养活着的价格会不会比挂掉的价格好一些啊？以前价格都是一样的。不过鱼排有个好处就是能囤货囤到休渔期的时候再卖，养活着的话就更方便他们囤货了。最近的观赏也是偶尔都会有几条过来，但是观赏鱼我们都是直接把它放回海里面去的。来了一条黄鸡啊，黄鸡都是经常成群结队的活动的，所以中到黄鸡的话就很容易好几条一起来。就看我的猜想对不对啊，后面还会不会有好几条黄鸡一起过来吧。看来那条黄鸡是单独出来活动遇到我们的渔网了，并没有成群的在一起啊。捕黄鸡的话，换网的位置还是比较重要的。这边连续来了好几条小真鲷呢，真鲷怎么这么多？这个季节不应该这么多的啊！然后又来一条观赏鱼。今天遇到的大海星比较少啊，但是上一次的外海大海星就比较多。说它少，它偏偏又是连续来了2个，而且都是差不多大个。又来一条黄鸡，这条黄鸡不会是单打独斗出来活动的吧？你们应该也是时候上午成群的人一起出来游动了吧？每次都是自己一条鱼出来玩，显得比较寂寞哟。一条英哥鱼把轮毂都给卡住了，要把它拿出来一先。就说英哥鱼的季节也是到了嘛。不过现在的英哥鱼刚过来啊，所以不是特别的大条，而且也不是特别的肥。要再过一段时间，再养多一段时间才肥。小剥皮鱼啊，这一个网的小剥皮鱼数量就少很多了，没有上一个网多呢。上一次的话还捕到的小剥皮就偏多一些，有个接近20斤了。不过这一条小剥皮倒是挺肥的，
哟，这边远远的看去应该是来了一条老虎鱼啊！果然也是老虎鱼，不是19公啊！老虎鱼就可以长到这么大，19公就比较少了。这条老虎鱼看起来体格还可以啊，已经150了。连西公鱼都有啊，好像外海捕到的西公鱼数量是比较少的吧？也就偶尔遇到了这么一条西公鱼而已啊，数量比较少。又是一条黄鲫啊，不会又是一条单打独斗的黄鲫吧？黄鲫应该成群结队过来才对呀，这个位置肯定是有黄鲫的。来了，这样子就是连续的来黄鲫了。终于不是单打独斗的了。又有啊，能遇到黄鲫的鱼情还是挺好的，第3条了。毕竟现在的黄鲫一斤可以卖到40块钱了，也算是正当季吧。现在这个季节的黄鲫其实肥度还是可以的，但是从数量上来看好像就不是那么多了。再来一条小剥皮鱼，这条小剥皮明显就是要大条很多跟肥很多啊。也确实这个季节的英哥鱼已经是开始回游过来了，数量比较多了。不过数量一多就不知道会不会降价呢？鱼排一般都是这样子的。鱼排就是这样子啊，数量一多就压价格，数量少也不见涨价。再来一条这种小真鲷，很明显这个网的小真鲷就要比上一个网多很多，但是上一个网来了挺多的泥猛，这个网就没有啊。连小真鲷都开始成群的过来了，但是黄鲫跟泥猛鱼就没有这么多了。可惜的也就是小真鲷的价格比较便宜啊，一斤也就是25块钱而已。连续来了挺多的小真鲷的，然后又来了一个这种大海星了。大海星我们这边也是没人收购的，所以解出来是放回海里去的。上黄大海星又来一个小海星，最近海星这么多的吗？赤臀鱼，赤臀鱼。其实越往来看，大海是挺干净的。网拉不上来呀，应该是挂底了，费了好大的劲都拉不上来。即使是拉上来了，估计也是要破一个大洞的。不过这一个网的渔获倒是要比上一个网还要多一些，特别是小真鲷最明显。还有就是个黄鲫啊，黄鲫应该来了好几条了。黄鲫也是开始成群的过来了啊，遇到黄鲫就是容易3、5成群。偶尔出海钓黄鲫也是这样子的啊，成串的上来。而且今天拿上来黄鲫还算是比较大条的吧，拿来清蒸味道也是挺不错。呀，连面包蟹也来了一只啊，红红的这一只就是面包蟹了。这一个网的第2条大真鲷啊，比上一个网还要多一条。这一条大真鲷看起来也算是挺大条的吧。比上一条还要大，这条应该要接近到2斤了，能值100来块钱了。不过这一阵的大真鲷数量也是开始慢慢减少了。不过很难说的吧，有时候大真鲷是一阵有一阵没有的，上一次外海也是捕到了有20几斤呢。连尖也有啊，最近偶尔都能捕到几条这种大连尖过来啊，而且都是挺肥的这一种，看一下。可惜的或普遍连尖价格不高啊，都是在30块钱左右，好卖一些就是35。
平常也是基本价格都是维持在30块钱的。这条挺肥的啊，拿来清蒸味道绝对不错。不过大条的连肩肉质相对会比较粗糙跟柴一些。小真鲷倒是肉质挺嫩的，但是吃起来就没有大真鲷那么香了。这一个网捕到的这些黄鲫看起来都是挺大条的啊，而且肥度也是够的，条条都是刺身的极品啊。特别像是这一种活活的，等一下放一下血，然后就开始刺身，味道绝对是一级棒啊，就差酱油跟芥末了。这边网也是差不多快拉完了啊，但是还是没有遇到之前的渔获，而且还把网给卷乱了。这样子，这一个网的最后一段还要把网给卷得这么乱，又要整理一段时间了。不过好在这一堆乱网还有好几条这种黄鲫上来啊，而且都是比较大条的黄鲫。也是刚好遇到这个黄鲫的鱼群吧，所以才能三五成群。干解网一条又一条的，数量还算是可观的。好的，这样子这一个网也是拉完了啊，总体上的渔获要比上一个网还要多很多呢。除了那些养活的鱼之外，还有这么一堆渔获呢，应该也是有个30几斤的渔获，而且还有好几条渔获都是放在活场里面养活着，比如大真鲷啊，还有这个英哥鱼都是放在活场里面养着的，小剥皮也是。好了，这个视频也就先分享到这里吧。下一个网是大网跟小网的混合啊，下一个网的视频下期再分享给大家看。我是脑岛彪哥，喜欢我视频的记得给我点点关注哦，谢谢大家。